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6.47，收盘价是269.6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7.52，最低价是在265.10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92 亿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开口变小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的股价处于短期的空头趋势，或者我们把它称作叫回档。那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呢，我们指的是 K 线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头低底底低，我们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短期空头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7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。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后的回档中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那在回档中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，说明是股价会是继续回档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当日这根 K 线是在10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。那如果后续股价继续回档呢，我们认为它会测试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这样的一个线形的寓意，通常含有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如果我们把它判断是在下跌的低档，那目前如果我们把它看在是回档的低档，那当日成交量又是量增，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，日后如果股价高开高走，并且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啊，那这样一根 K 线它将是一根反转向上的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能否止跌成功，要看日后股价能否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。所以从目前 K 线信息的解读，那就是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收盘低于前低，是继续回档的信号。那含有长长下影线，说明下方遇到了支撑。如果后续高开高走，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那它将成为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回档成功，股价会继续上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在当日会出现反转向上，收盘价会在280或者是在285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68.5附近。实际在7月10日收盘价是在269.61，出现了回档。那我们预测的回档和实际发生的回档啊，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它的走势和性质也是完全相同的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
收盘跌破前低是继续回档的表现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说股价的后续的下行。对于7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继续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60，我们说这是一个支撑位，那么我们会看到目前20日均线值已经上升到260之上，那所以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，10日均线值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包括20日均线值在这个地方啊，将会成为支撑，对，并且这个支撑啊是强支撑，因为在多头上涨的趋势当中，20日均线值是重要的标志位。一旦跌破20日均线值，股价将会出现深度回档，也就是要转为空头趋势。所以我们说，在到达260之前啊，上方是有强支撑的。强支撑不代表能够支撑住股价，而是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好，那么260如果一旦被跌穿，这个支撑位，那接下来的目标是241。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都重复过，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它的真正目标是241，因为跌破它才能使目前股价的趋势转为空头，所以这个位置才是股价回档或者下行的真正的目标。好，那241如果被跌破，股价将会出现空头趋势，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。接下来的目标，它实际上是个支撑位，就是223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的3个目标不变：260、241和223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一定是要站上前高284，来继续维持目前的这样一个多头上涨的趋势。所以这第一个上行的目标也是不变，284。好，284之后，股价再向上，它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14。314是这一波股价上行的目标。我们前一期视频已经说了，一个标志位就是在6月6日这根 K 线超过了这个高点，那从这一个交易日开始，股价的目标已经是定义为314了。好，那么站上如果收复了这个314，也就是自2022年9月21日以来的下跌，如果314被站上，接下来的目标，真正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，或者是叫目标，不是一定要测试，是目标一定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414。好，那么在到达它之前呢，我们依然给出一个中间目标是384，它是一个压力位，不是真正的目标，真正的目标是414，前提是股价能够站上314。好，那么上行的3个目标也是不变，284、314和384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来补充说明，这条1号趋势线和7月1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所有 K 线和这根趋势线的交点也是重要的压力，也是重要的标志，因为股价一旦能够突破这条趋势线啊，那么将会继续上行，因为这条下行的趋势线是日 K 线图当中的，或者其实也是周 K 线图当中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
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现在已经接近到这个位置。那其实在本周或者下周，在这一段交易日，应该是一直到8月初，那么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能突破这条趋势，还是说遇这样的一个趋势而出现反转向下回档之后再向上，对，或者说是继续向下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上行和下行走势的分析。那对于7月11日，我们还要给出盘中的观察位。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2个观察位，一个是上方的这个277这个位置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我们会看到它是在这个观察位遇到了一个压力，然后出现向下，然后呢下方也就是我们给出的是7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前低，相对于7月10日来说，那273呢，如果在这个观察线下方运行，很有可能会收低。对，好，那对于7月11日，我们依然给出2个观察位，一个仍然是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呢，在7月11日是从274到277之间，我们要给出它的下限274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274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把这条水平线下移到265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给出的2个观察位，274和265。我们要关注274的原因是，我们说股价如果是高开盘，对，或者说是在7月11日出现向上的时候，我们看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5日均线值，对，而出现继续上行，它将是一个压力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排除在7月11日出现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那么我们要关注这个点是否能够成为支撑，这是我们关注它的一个理由。好，下方的265，我们关注它是因为股价一旦出现继续回档，那如果股价能够在盘中是在265上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认为股价将不会收低，但一旦股价在盘中是在265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可能会收在265之下。好，这是我们在盘中关注的2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5%的多头仓位是在7月3日收盘价，给出的，实际进场可操作的位置是在7月5日的盘前，那成本位应该是在279.82的下方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，我们给出的目标是292，一直没有达到。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在7月10日，我们给的是262，那股价是没有跌破它的，因此依然没有出场。那到了7月10日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档的 K 线呢，虽然我们说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并且带有量增，那么很有可能这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但是它需要确认，所以在7月10日收盘价269.61这个位置，我们是不可以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的，当然也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。好，那么这样一个如果是这样，那5%的仓位将延续到7月11日。对于7月11日，我们要给出止损位，
我们要守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62，或者我们也可以守260。在这里我们守的止损位是指如果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，要立刻止损出场。但是在盘中跌破这个位置，我们应该是不可以操作的，应该临近收盘或者等收盘之后，在盘后的交易时段确认它跌破了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选择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对于多头的操作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7月10日出现了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中红 K 线，说明下方是有支撑的。那么在7月10日当日是有空头获利出场的，也就是在当日开盘的时候，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呢是回补这个缺口，甚至是20日均线值。当然到达这个位置很有可能是有空头获利出场的，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下影线。对，因为出现这样的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，但是当日的成交量不大，成交量不大又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通常是空头的回补造成的。那么到了7月10日，如果股价开盘之后，如果股价上升，那么在也就是在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276附近，依然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加仓。那他们的目标位就是20日均线值262。对，那回补位应该是在280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空头进场的位置。那如果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，出现一个急涨，那到285，也就是在前高的附近会有空头的进场。然后他们的目标位依然是20日均线值262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上方的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是在293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如果有空头进场的2个位置和他们的回补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74到277，这包括前高，所以这个压力还是比较重的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80，也就是7月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285前高。第四个压力位是293，是当日 K 线和1号趋势线的交点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67一直到269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265，也是这条观察线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262到264。虽然它和前低能够接上，但是我们还是把这2个支撑位分开，因为它们的标志不同。第四个支撑就是260。好，我们看到
目前股价上方是有强压力，下方是有强支撑，那也就是股价要选择突破，或者会出现一个横盘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7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依然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如果是反转向上，那么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甚至或者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7.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79.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78，也就是超过前高，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这样的一个反转向上，我们还要给出一个点位，高开盘或者是大幅的高开盘。那么如果股价最低到达273，然后呢，上方最高能够到达284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8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我们给出的反转向上的这2个点位，它们共同的条件就是必须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大幅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不能低于267，或者是不能低于272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反转向上。我们会在文字说明当中，给出详细的信息。好，那如果股价不出现反转向上呢？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。出现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3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74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68附近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